张大铁要贵的儿童手表，他爸给他买了个老人手机，他一天天拿着个老人机撩漂亮小姐姐，管人家要手机号，还拿着个老人机玩霸总，抢着扫码买单，让我充分意识到有些人生来油腻，不管他有多贫穷。早达最近想要一个小某财儿童手表，可以给人打电话那种，大胖媳妇嫌贵，纠结了很久，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给他买了。姐姐买完手表呢，张大铁也想要，大胖媳妇觉得那儿子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于是一咬牙没跺脚，怒花65块钱给张大铁买了一个2手老人手机，还告诉张大铁，你就记住姐姐的表能做的事儿，你的都可以。张大铁非常高兴，他觉得他这个跟姐姐的比更大、更响、更有面子，还更带手电筒。来我办公室找我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所有人都笑话他。老人机的确是给张大铁量身定制的，因为他接打电话跟东北用老人机的老头一模一样。喂，哪儿？喂，你干啥呀？他姐姐的表可以扫码付款，把表里的付款码朝着店家一扫就买东西了。他认为他的也可以。第二天再放学，姐弟俩去超市买东西，他非得说今天他请，让他姐也往篮子里头装。我们应该大象的还是羊的？别洗是吧？懂了。这碗你放，我有钱可吃紧啊。不可能！这样吗？你得第一声你才能成功的。对。他姐的手表吧可以加好友，起到一个社交作用。张大铁认为他的也可以。今天见到一个漂亮小姐姐，心花怒放，也要跟人家贴。我要手机了，别个电话嘞。经典手机，天天充满阳光。他想跟人小姐姐扫码加好友，结果差点没给人小姐姐晃瞎。人家小姐姐说咱们加不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手机号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。159 9。晚上给你打电话。我从他身上我才发现了一个道理，油腻到了极致，它也是一种清爽。外形有型精神，拿老人机咱也敢冲。所以我家一直在用的金纺柔顺剂，保护衣服不褪色，起褶起球通通彻，满满一瓶盖，倒入花花槽。咱家衣服多亏了它，不然大胖媳妇2虎吧唧的洗法都得报废。有他事半功倍。回到家吃完饭，没忘了要给小姐姐打电话，人家小姐姐跟他报的手机号是159什么什么，他说他记住了，他就记住个1，回家非要给人打。人家老人机最大特点是啥？是亲情号设置，1是他爸，2是我。他一摁1就给他爸打过去。喂，他挂了再拨1，又给他爸打过去。拿铁。他挂了再拨1，还是他爸，俩人都疯了。为什么又是你？为什么又是你？忘了，拜拜。经典手机，天天充满阳光，阳光。3个大事儿：1我老公变形了；2张大铁秃了；3我以为大胖媳妇儿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大胖媳妇儿不是植发了吗？植发当天回家没事儿，第2天她还在睡觉呢，我就去上班了。我在公司，俺家阿姨给我打电话，彩玲啊，你快回来吧，你老公变形了。然后我呢就得回家照顾他。他说你不理解，我的痛苦都是难以名状的，比如现在哪都肿，整个脑袋包括脖子都有伤口，所以不能大动，连上厕所都不敢使劲儿，不能见风，不能见太阳，甚至都不能洗头。他说我这种痛苦你根本理解不了。我说这不就是坐月子吗？都说外国人不坐月子，我没想到我还得给外国人伺候月子。但是家里头这俩孩子还是很关心爸爸的。拿铁问爸爸疼不疼？大胖姐说好多了。拿铁说爸爸为什么所有人看见你都笑啊？大胖姐说因为所有人都有头发，只有爸爸没有。结果第2天晚上，俺家阿姨领张大铁去剪头，张大铁说啥也不好使，进屋就喊我要剪我爸头型，我想要剪爸爸一样的头发。理发师看过俺家视频，说拿铁啊，你爸头型不是剪出来的，是掉出来的。张大铁不听，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咋办，说那张铁不剪不行。我说那咋办？那你拦不住啊！理发师都不敢动手啊，反复确认，剪掉呀，真的，不带后悔的啊。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，水灵灵的就秃了。剪完头发，拿铁特别开心，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看我跟你一样了，我现在也是也很长的。”大胖媳妇心里特别感动，然后跟他儿子说：“他们都不懂，咱俩这是硬汉，没人敢惹发型。这个发型的名字就叫你瞅啥，顶着这个脑袋，你去哪儿看到谁，你脸上就写着一个你瞅啥，谁敢惹我？”大胖媳妇给他和他儿子这个组合起了个名，叫俩硬汉把你吓变色儿。我说我觉得这组合应该叫冻秋梨，好像下个崽儿，下个崽儿。没想到张大铁回家试了一下，不太好使。你瞅啥？谁瞅你了？那你瞅瞅我呗。你剪完头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超人吗？我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
俺家这一天天的累得我睡不好，一熬夜就容易憔悴。多亏我有 Fresh 红茶精华水，原料是红茶皇后、尼泊尔黄金芽，经过双重发酵，抗氧力更强，还有肌醇来修护，质地水润，茶香四溢。我还新解锁了湿敷用法，每周2次，皮肤也越来越好。最吓人的一个事儿是，医生叮嘱我，大胖媳妇现在睡觉必须脸朝上，就是躺倍儿直那种，一点不能侧，一定得看住他。但是他平时吧特别爱侧躺，我晚上睡觉没法好好睡，我就得看着他。我看到后半夜我太困了，我跟我爸说，爸你进去看他一会儿，你保证他脸朝上啊，我睡几个小时。我爸就去俺俩的床上趴了2小时，也坚持不住了，说大胖媳妇老打他屁股，就把任务下发给了孩子们。早晨起床我进屋，给我吓坏了。张大铁前2天跟我们搓了个澡，某些东北的灵魂就被唤醒了，现在后果无法收场了。他现在上幼儿园，管他同学叫男宾，这本来人老师也没管，但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。昨天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，说张大铁为了推广奶育，在英语课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就是上周有一天，我感觉天太冷了，我就找了一个泡澡的地方。我本来还担心，因为张大铁从来没去过澡堂，我怕他搓澡害怕，我还特意叮嘱大胖媳妇，我说你呀，今天也别搓了，那孩子肯定害怕，你俩冲冲就行，直接上楼。结果这爷俩就进澡堂了。张大铁一脚迈入澡堂，穿过赤裸裸的人群，直奔大池子，跟池子里6个老头聊了10分钟水温，自己拿手牌就去搓澡去排队了，不搓都不行。张大铁是上了搓澡台就不下来，醋搓奶搓全都要。他爸在旁边发现这孩子脸朝下5分钟都不动弹，叫他也不回答，以为这孩子搓过去了呢。他爸就赶紧钻到那搓澡台底下看，结果他爸在底下透过搓澡按的那窟窿，看着张大铁的表情是这样的。Nice。我听完他爸描述张大铁在里边的种种行为，我第一次相信人是有前世的。张大铁的前世就是东北澡堂的大堂经理，他是带着记忆来的。北京澡堂子里蒸腾的朦胧水汽，对他来说就是记忆里故乡的鱼，故乡的鱼。最后我和他姐在楼上等我们家里的男宾，等了45分钟，因为张大铁搓完海泡不出来，全家在洗浴中心又吃又洗，回家都半夜了，全家人精疲力尽，想起来还得给车充电，但谁也不想动。还好我们开的领跑 C01是一台纯电续航很长的超级增程车，300加公里，今天跑了1天还剩134，明天出差要去机场也够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像我们没有加充，周末出去逛一逛就可以快速补能。我本以为张大铁对搓澡的热情离开了也就忘却了，但是直到昨天我才意识到，这个搓澡的灵魂，它一旦被唤醒，它再也扑不灭了。张大铁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他，我寻思啥事儿呢？结果老师说张大铁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我一听我赶紧道歉，我说他是在欺负别的小朋友吗？老师说那倒也不是，迪兰也倒汤，你哥俩互相搓奶浴。我说这个老师实在对不起，我回家说他，然后老师你就不要再给他牛奶了。结果今天老师跟我说，奶浴文化在英语课的尾声又出现了。我就想，那他奶是哪来的呢？我就问俺家阿姨，我说你是上学的时候给他带饮料了吗？阿姨说没有啊。我实在是好奇，我就翻看了一下我家摄像头。自从我开始看监控录像，我不光发现了张大铁是怎么实现去幼儿园奶搓的，我还发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去哪个出来？不可以日出。你这是在床上，不起，让我。猪蹄上我，猪蹄上我。